你上网看过各种关于两性关系或者关于你内在情感的分析影片，你买过许多向你分析男人和女人，还有什么情商、心理学的巴拉巴拉书籍。每当你看完这些东西的当下，你都会觉得我成长了真的非常有道理，我领悟了很多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觉得你学到了东西，你觉得你获得了改变，直到有一天，当事情再度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，嘣，一切都完蛋了。你发现那些强烈的情感正在控制你，即便你理性上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但是你没办法控制你自己。当下的情感和情绪太强大了，你对他们根本毫无办法。现在你看过的那些书和影片，在这一刻全部被你丢掉了。你才发现你看过的那些东西，此刻根本无法帮上你的忙。别担心，我不是在嘲笑你，因为很久很久以前，我也走过这条路。今天我会告诉你，为什么所有的情感影片和书籍对你都没有任何的帮助。让我们开始吧。为什么所有情感建议对你没有用？第一个原因，你尝试用逻辑去解释情感。每个专家都在建议你要提升你自己的价值，要改变你的心态，改变你的行为。但是现在问题来了，你在做每件事之前，你都要先花时间思考，我这样做对吗？我这样做才能提升他的好感，我这样聊天才能触动他的心。我应该先保持框架，我应该先保持温度，我应该先打压还是推拉？我应该先搜索他喜欢我的5个重点，我应该先思考马太效应、贝博规律，我应该先考虑沉没成本，我应该先……神经病啊！如果你想让自己彻底精神分裂，你可以尽量多看那些情感建议。如果你像学习数学一样，把它们当作公式去学习和运用，那么最终很大的可能性，你会发现这只是一场交易，而不是爱。如果没有意外，最后的结果是你会发疯。那些专家明明告诉你，只要这样做，对方就会快乐。结果呢？你真的做了，结果对方却赏你一巴掌。但是隔天你对另一人做相同的事情，对方却很开心地抱住了你，然后你就崩溃了。如果你也是这样，下面留言告诉我。记住，情感和逻辑是2件事。如果你头脑里装的逻辑越多，你的情感就会宕机。逻辑的本质是数学，而情感的本质是无常。企图用不变的理论去解释易变的事物，你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。接下来，为什么所有情感建议对你没有用？第2个原因，因为你无法成为你所不是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无论现在你的等级在哪里，你就只能做出相对应行为。我举个例子，如果现在我告诉你，再继续往前走，你将会坠落悬崖，你会摔得粉身碎骨，你会相信我吗？很大可能性你不会相信我，甚至会怀疑我，对吗？因为在你目前的认知里，你觉得往前走就是天堂，这是从小整个社会就在告诉你，你已经把它当成真理。在你头脑里已经有一个粉红泡泡的天堂，天堂对你的诱惑太大，所以无论多少人给你建议都没有用。但是我相信，最后你仍然会摔下悬崖，因为目前你的等级就只会这样做，除非直到你自己也真正摔下去一次，你才能明白那真正的含义。那么说到这里，也许你会想问我，所以我就是不要听任何人的建议吗？我的答案是，对，不只是拒绝听从他人的建议，我甚至鼓励你去做任何一切你想做的，最好你能真正去经历所有的一切，因为在你还没有登上山顶以前，无论我告诉你山顶是什么样的景色，那对于你而言永远都是虚幻的，因为目前你能看见的永远都是山谷的景色，无论我说再多你都不可能明白，除非有一天你自己亲自登上山顶，那么届时我什么都不需要说了，因为现在的你已经是那种明白的状态，而不是过去那种只是知道的状态。你的核心已经发生改变，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后一个建议，放下改变你自己的想法。任何你尚未到达的地方，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到达。生命本身会带你到达那个地方，生命迟早会赏你一巴掌，也许很快发生，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发生，但是迟早有一天你都会到达终点，早晚的问题。相反，如果你接受别人的建议或强迫改变你自己，那最后的结果就会变成你成为一个外表华丽、内在却空虚的人。这就是全世界正在发生的现象，每一个人都在成为虚假的演员。无论你表面上演得多么真实，但其实你心里很清楚，那些都是假的。你的改变只是装模作样，
本质上你仍然是相同的你的核心没有改变。只要哪一天外境突然改变，或者无常降临，你的假面具就会瞬间崩塌。你能欺骗任何人，但唯独欺骗不了你自己。所以，停止强迫改变你自己吧。你能做的是听取他人的建议，毕竟在心里，然后继续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行动。最后再来看结局是符合你自己的，还是他人。当你经历的维度越多越完整，你就渐渐的能看清每一条道路的景色。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包括我的答案，除非你亲身体悟并验证。你才是自己生命的老师，你才是自己的光。下次见咯，拜。Is it too good to be true? I want this so much, but don't know if I can trust.